一命二运三风水，我要知道命，我要运命，我不要宿命。我跟他讲，我说我是气象报告，我帮你算命。我跟你说台风来就是你现在运不好，流年不好，请你多好。好，你在家多好，请问你要不要加固你的铝门窗？你加固你的铝门窗这个动作就是风水，当然要后面要靠山，小朋友的桌子要靠墙。老板已经叫你坐在那边，你就是后面没有靠，没有可以控制。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我今天真的重磅请了一个大师来到我们的频道啊。刚刚他已经帮我看了一下我们家的风水。其实老实说，我一开始并没有期待有很多，其实只是想请老师帮我抓个财位。结果真的听到一半，真的是鸡皮疙瘩，因为老师讲到很多自己最近还有家庭出现的状况。其他话就不多说了。今天这重磅的嘉宾徐玉兰老师，老师好，大家好，老师好。刚才经过雪莉老师这个介绍，我感觉我要说个南无阿弥陀佛，阿门。我想刚刚其实蛮失控的，但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心理学是好像是社会科学跟玄学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活得越久，知道的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多少是不知道的。然后事实上，我也觉得透过桌子的摆设或床位的摆设，自己心情或者身体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非常相信风水这件事情，它是有科学根据的，只是它的科学是我们不懂的科学而已。那我们先讲一下徐老师的背景好了，因为徐老师从10几岁就开始，我12岁跟我爸爸学，12岁就开始，就国小6年级懂文言文，就跟着他的学生一起上课。老师其实不止在亚洲，他在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都有看风水。那我刚刚有问一下老师说，请问看风水有非华人吗？还是都是华人在看？老师说其实有大企业是外国人，每年还算流年，所以 L'Oreal 还有 Shiseido 对 Shiseido 也有，Estee Lauder 对，银行也有，对，银行也有，还有那个就是一些奢侈品啊，这些都有。我自己觉得，因为命其实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就是不管是生在哪一个家庭，就是已经在那里了。那运势，当然我觉得时间到了要安太岁啊什么，大家都知道人生的运本来就是起起伏伏，你不可能永远顺遂的。但是对于风水这件事情呢，我真的是深信不疑。深信不疑的原因是，我自己在心理学，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学的这个像共识营一样嘛，叫做 GRC， 就是 Group Relationship Conference。那它是 Tavistock， 就是也是一个心理机构，欧洲传出来的。在这3天的过程里面，它透过你去不同小组、不同的教室，然后不同的桌椅的摆设，然后让你看到你自己内在阴影的那一面，然后看到你对于权力的感受。去过 Group Relationship Conference 的心理学家，大家都知道，回来好像走入爱丽丝梦游仙境。到底那3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忽然我就开始大吼大叫？忽然我就是对这个人充满愤怒？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运用着桌椅的摆设。比如说有一间教室，它的摆设桌椅就是我们大家反正就是告诉你几点几分要到哪一个教室，那个教室的桌椅是圆圈的，一圈一圈一圈。我们几个好朋友就想说，反正进去好玩，我们就坐在中间。那时候大家已经上了课，有些情绪，我们感受到被斗争。因为进来就是说，Who told you you can sit there？你觉得你是权威吗？谁说你可以坐在那里的？然后其实在坐在中间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就感受到后面那个压力。所以我那时候当下就想说这就是风水。因为我明明同样的时间坐在别的教室里面，跟我现在坐在这个教室里面，我整个感受是不一样。我的鸡皮疙瘩，我的背后，我感觉到自己连发言都是颤抖的。因为它影响到我的自信。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我们老祖宗讲的风水，它其实运用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到一个房间里面就觉得好舒服，有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就觉得哇好紧张。
那事实上就是跟摆设有关系，对不对？对，老师刚刚讲的分享非常好，大家都把风水玄乎了，其实风水就是环境科学。是，为什么人要旅行？他想换个环境。当你换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风，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觉，不同的阳光，会给你不同的感觉，那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灵感。同样的道理，它为什么会影响到你？因为就是环境不同。对。我当然不晓得什么生肖配什么方位，可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我办公桌换一个位置，我自己就觉得，诶，我最近比较想要去办公室办公。其实我们最近才做这件事情，只是稍微调了一个位置，我就觉得，诶，坐在那边好舒服哦。对的，跟之前就觉得说不上来的怪。对，好，那个感受是马上就出来，对的，这是非常明显。对的，对的，对的，因为它风水学其实已经很长的时间累积出来，所以它很系统化，所以可能老师跟你讲，直接跟你讲，你就坐在这边，可能他没有讲这个中间的过程到底为什么，他只是跟你直接跟你一个结论，你就坐在那边，你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感觉是被命令的或怎么样，所以它因为中间的东西它已经神化掉了，所以你会觉得说它很玄，它其实没有玄。其实很多东西很多的学问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累积出来的数据。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请老师来分享一下，最起码让你住的安稳，或者是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居家办公嘛，对不对？或者是小孩子也是想说希望好好专心念书，有没有一些基本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知道的概念？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坐在后面要有靠山的地方。我们如果后面坐在一个走廊，人家走来走去，你都不要管今天是什么生肖，你是哪一国人，你都觉得说这也太没安全感了吧。然后人家一经过就看到你这电脑在看什么，你在看什么，就是你自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是，我觉得还是跟人的心理学是有关系的。就像你希望是安全的，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是安全？你觉得后面不会有人窥探你。所以我们才衍生出来说后面要有靠山。当你后面没有靠山，人家走来走去，你做事情不专心，你做事情没有办法心里安心做这个事情，专注，这其实是个心理学的衍生出来。但所以他就简单跟你讲要有靠山。就像之前人家说，就是那个老师说你反正就是要换名字，要不然命就不好，就是听起来就一肚子气。对对，为什么？可是这样子讲了以后，就是更多的解释，其实就可以理解。对，就更多理解说哦，是原因是这样子，确实我这样做起来我比较安稳，我不觉得后面一直有人，这样不会干扰到我，我可以专心工作。那为什么我前面明堂要开阔？就是比如说我前面一个墙这么近，我后面又有人走来走去，为什么要登高望远？登高你就看得远，你的想事情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前面要有明堂？为什么你前面要有窗户？你希望这个窗户看得远，因为你在这个高度，你想事情各方就不一样。我看的事情更广，我这个人的格局就不一样。对对，所以就为什么我们会跟客户讲说，你的办公室最好前面是开阔一点，那如果有窗户最好。然后前面到这个窗户之间有个距离，就等于是有个明堂，然后前面窗户再看出去更远一点会更好。因为其实人看得远的时候，你的想法会不一样，你会安静下来，对不对？你会有一些反省或一些思考。但说一句实话，我不要套用这个名词，我们为什么有 view 的房子很贵？为什么咖啡厅大家都坐在窗户旁边？为什么要有 view？ 如果就是大家喜欢，那是对嘛？这个 view 就不一样，看的心情就不一样。同样的道理，那去个咖啡店，我给你个座位，就是面墙的，你就说老板，我要换位置，我为什么要换位置？我在这边不舒服，没错，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看有 view 的？我心情好。对，你套在你家里也是啊，对不对？我在房子里面看得出去，看得远，我就心情好，一式一样。你不要把它玄乎，它没有很神奇。是，其实刚刚老师已经讲到了2个了，一个就是后面要有靠山，然后前面希望明堂是明亮的，可以看得远一点。对，如果说你的明堂前面是窗户，因为呢窗户有光线过来，它就是气。你听懂意思吧？那我们就是阴阳，这个气进来的时候它是阳的，我们要配个阴的。然后就是风水的道理，风是阳的，水是阴的，就是阴阳的道理。好，所以这个空间当中呢，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阳的地方找出来。如果它有光线过来，那我们再配上这个水缸，那就是风水，就是像太极一样，阴阳就可以运转所有的东西。
所以有了水缸，有了这个光线，就运转起来。其实这就是我们人需要的嘛，就是我们要有白天，也要有晚上休息。易经这个阴阳，对，其实这个道理是非常也不道教。所有的道教这些学问、中医学问都是从易经出来的。易经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只是道教取用了易经的学问来用，但大家都认为说易经是道教，其实是错的。那我没有批评道教，我只是说易经是很多学问的基础，是对，它是一个哲学。对，易经的基础就是阴跟阳，所以说在这空间里面，你去创造出阴跟阳，它的力量就转起来了。我可不可以在这里也顺便讲一下 MBTI？ 因为其实 MBTI 讲的就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阳性的那一面，也就是我们觉得是好的那一面，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比较觉得不好的那一面，其实我们想办法是隐藏的。所以其实荣格是念过易经的，所以荣格的2分法也是来自于阴阳。其实你最终走到后面，其实你是要融合这2股能量，对的，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就像老师说的，风与水它一定要在一起调和，对的，要不然都是阳的，也就被晒死了。对，所以说老师刚才有讲一句是环境影响到你心里，是你的小周天跟大周天，你要 harmony。对，你的心里面你是小周天，我们的人里面是小周天，外面的环境是大周天，它会互相影响。其实环境影响人其实非常的大，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把它玄乎，风水就是环境科学，只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环境当中找出一个舒服的位置。像您刚才问我的，我们常常在家里办公，怎么去塑造这个好的办公桌，尽量让自己后面有靠山。是。今天即使我是用餐桌，也让你去坐在有墙壁的那一边。那老师，我问另外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办公室，对不对？没有，可以控制，可以控制，就是老板已经叫你坐在那边，你就是后面没有靠，是没有错。老板就叫你坐在那边。今天我们就是小员工，对不对？讲了一副老师讲的都是那种大老板才行，我也不是开公司，那我也不是大主管，我也没有自己独立办公室，我是怎么办？教你办法，我们去在乎的是青龙白虎跟靠山。最简单的，如果我后面都是有人走来走去，我的椅子后面就放毛衣或什么的，然后这些颜色是你的八字五行里面需要的，对于你的事业宫有帮助的颜色就放在你的后面，这个就会帮助你至少有一个稳定感，就不管它是毛衣还是一个毯子还是椅垫都行，把它放在后面当靠山。然后我们往前看，左边叫青龙，右边叫白虎，尽量前面中间叫明堂，这边东西尽量要整齐，左边东西要高一点没关系，右边东西低一点是 OK 的，但就是我说中间明堂要开过。我看过人家办公桌是满满的东西，我都想说他到底是怎么工作啊？就是尽量来，我刚刚非常整齐，对，尽量让这个中间的空间是开阔的。同样的也运用在你电脑的桌布，电脑桌布也是一样，不要放满满的档案。你的档案分开两边，左边的档案多一点，右边档案少一点，中间空间空大一点。档案多，右边就是你面对它，你的左边的档案可以多一点，右边档案少一点，这样可以，中间开阔一点是 OK 的。真的耶，其实不要讲风水好了，只要我桌子收干净一点，我第2天坐在这边，我心情就舒服。对，你都不要讲风水，请你回去第一件事把你桌子收干净就好了。真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断舍离。废物不要对，就是丢，好像是这其实不只是风水，也是人生对，没错，对不对？没错，不好的关系也断掉，对，不好的事也对，没错，把它就是丢，然后把它清到很干净、很空。其实当你做这个动作，在丢的动作，你心里就觉得很舒服啦。那老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居家办公，对。然后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我们都非常需要知道说，哎，小孩坐在哪里念书会比较安稳一点。对的，这是我们的文昌吧？对不对？对的，对的。文昌的位置，哎，老师可以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文昌其实就是你塑造这个环境，比较容易让你专心读书。对，不管你今天是大人要专心工作，或小朋友要专心读书，专心有2个方式。第一个当然是空间很重要，有的小朋友的书桌是他的房间书桌乱七八糟，然后他跑去外面读。对，有这种对吧？我老大那时候书桌上面全部都是东西，他在床上念书。对，你要收拾个地方让他读书，而且让他养成习惯在这边读书。就是其实读书也要仪式感。
在他读书之前就要把桌子先收干净，等于他在做收桌子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心已经要静心了，他心要开始要安静，他开始要做这个动作。同样我们大人其实也是，我们要有仪式感，今天我要开始工作，泡茶，点个香薰，放个音乐，这个动作做下去啊，我好像可以开始工作。做完以后就觉得我可以休息一下。对，就我的意思是说，就这些，对，就这些动作先做起来，其实你就已经把自己准备成是安静的这个静心的一个仪式，这个动作你就慢慢就可以静下来。但是桌子要收干净，这是真的。好，还有一点就是大人的办公桌、大人的桌子，大人要后面要靠山，小朋友的桌子要靠墙。所以小朋友不需要有靠山，不需要，因为小朋友的笔会滚下去，小朋友要他专心，这个好科学哦。小孩的靠山就是他父母吧？对，没错，对。然后呢，但小朋友尽量不要他的背后是门，就门打开就是你儿子现在就是这样。对，因为门是怎么样？门打开你就会走来走去，他后面他会其实觉得很没安全感，他没有办法专注。讲到刚刚老师在看我们家风水的时候分享，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触动我的地方就是老师有说你过来站在这边你自己有什么感受。其实光这句话我就站在那边沉淀了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不太好，在我们家某一处哈，因为那不是我的房间，所以我自己其实都没有待在那个空间，所以我看到待在那个空间的孩子有某些状态的时候，会觉得是他的问题。可是今天老师把我拉过去说，你就自己站在这边试试看，马上那个感受就出来了。哦，我懂了，我在这里我应该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对的，虽然我不懂它背后的理论是什么，但是我可能也不需要懂，因为我人站在那边我就有感受。对的，对不对？那我们很少时间会进出人家的房间嘛，就算是小孩子也会觉得他们有他们的隐私。对，所以真的静下来坐在那边感受一下，那个感受真的就是不对的。而且你想想看，他在那个房间里面日积月累，对，他不止1年、2年、3年、10年。对，你只是站一下你就不太舒服，他在那个时间那么久，那当然八字一定有，八字每个人八字一定有，也不一样。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就是人家都说1命2运3风水，对，那其实我到这个年纪，我有些朋友就会说，哎，现在已经来不及做些什么了，就是这辈子要多烧点香，希望下辈子会好一点。其实我听到这样子对自己生命有些无力感的人，我都觉得好像其实应该不止这样子。为什么这么早就认命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有一点点抗拒。我想要听一下老师对这部分的诠释是什么。如果你的人生生下来就是注定，请问你干嘛读书？真的，你干嘛努力？那不是命就已经定了，你就躺在那里就好啦。你读书干嘛嘞？你那么努力干什么？我就是不要宿命，我要知道命，我要运命，我不要宿命。是对，如果要宿命，我就不走这条路。是我以前真的很爱算命，然后有一位老师大家都说很准，那我在第一本书里面有讲到，他一直叫我改名字，因为他跟我讲说你的命很苦，然后我就想说我的命一点都不苦，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后来其实我认识他久了，因为他也是父辈的朋友，那我才知道他对人生的定义就是女人要出去工作就是苦，对，他觉得的好命是不需要工作，老公疼，生儿子，这是他的好命的基本要素。我也再透露一下，我这从来没透露这件事情在别的地方。我的2只手是断掌，我被阿姨告知千万不能给别人看，你这个给别人看了，别人不敢娶你啊，因为女人断掌会打死人。后来呢是这样，因为断掌的人很有成就啊，那男人断掌就很棒，因为很有成就。那女人断掌就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女生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女人不能在工作上太有成就，女人就要在家相夫教子。是，会拿一个笔来，我画一条线，给它画起来。
因为以前很多学问都是男人出发，他是用男人的 point of view 去见这个事情。我今天做一个女性的命理师，做一个女性的风水师，我就是要推翻这个。太棒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老师说的，算命这件事情也是你对于命跟运本身的诠释，对不对？对，因为你其实说出去的，其实带着你的价值观在讲这件事。先借这个名字啊，不好意思，你觉得汪永庆是命好还是命坏？有些哎好辛苦，到90几岁还在工作；有些哇，你看他好有钱，他命好好。请问命好命坏怎么定义？我完全赞同。对，所以说我算命我都不会讲说你这个命好或命坏。我算命算到这现在24年，我没有见过十全十美的八字。我算过很有钱的人，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说钱，我要想问的是感情。就每个人都有一个缺。我跟你讲，你发挥你优势，你不要去比你没有的。人有时候过不去，就要去比他没有的。没错，对。上次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他就说长得好看的人都说其实长相不重要，有钱人都说人生不应该只是钱，就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我们反而会去小看它，会觉得婚姻幸福更好。婚姻幸福人就觉得妈，我这钱多一点，我可以把我老公卖了。就像你说那个老师说，女人不工作这些才是好命。那像我们两个多命苦，都几点还在这，对吧？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对，世经的五读书，读书就是受教育。那为什么以前人要受教育？为什么受教育才能改变命运啊？是吧？那积阴德就是做善事嘛。那第一个一命二运是不能改变。三风水帮助你命运最大最快的事情就是风水。是我刚刚讲，我说我是气象报告，我帮你算命。我跟你说，台风来就是你现在运不好，流年不好，请你多好。那你硬要这个流年跑去换工作，跑去创业，那你就自找死路嘛。是，这就是台风天跑去爬山，跑去盖房子。好，你在家多好，请问你要不要加固你的铝门窗？你加固你的铝门窗这个动作就是风水。他的命就是这样没有错，那你就只能风水上去帮他。是你改变不了台风，但台风会走。这个运会过去，流年不好会过去，是，但你不要在流年不好、运不好的时候受伤。你唯一能做的是保护好你自己。是，好的风水就像你今天掉到海里面，你套着救生圈，你喝几口水，你不会淹死。对，风水就是这个概念。老师刚才讲的时候，其实就让我想到了社会心理学家之父 Kurt Lewin， 他的论述就是人的行为是你这个人，不管你是性格或者是你的出身背景等等，与环境的函数。所以刚刚老师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这个 P 可能是没有办法改的，因为你天生的性格、你的基因等等。但是我们如果改变了环境这个元素，其实就可以改变你的行为。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符合社会科学的。我也相信风水理论，我也知道。可是今天老师来，我是真正的感受到老师说的一些，我根本没有想到说住在这里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疾病。然后我想说，天哪，真的，我真的去年前年就是肠胃一直很不好。像这些其实我真的都没有想到，我纯粹想到是我可不可以专心啊，或者是睡这边舒不舒服啊等等的。可是我如果每天都在因为病痛不舒服，我也无法好好的发展事业，说实在的。对的，所以所有事情其实都连结在一起。对的，其实你看老师，你看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个著名的就是心理学家他的理论，你会发现其实东方跟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其实我相信很多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是对的，我觉得会把风水当成玄学，很多时候是因为以前的老师不像徐老师这样子会解释给你听。以前的老师，尤其是我觉得比较权威式的，就是你不用知道，我告诉你这样子摆就好了，就是让人家觉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其实我们把它摊开来解释给大家听，我觉得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说这是有科学根据，这不是玄学，就是没有根据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后来我决定要做这一行，我不能说我很伟大，但我觉得我有个使命，是我觉得要把最对的道理真理要传播出去。是1+1等于2，走遍全天下1+1都必须等于2。我今天在台湾可以看风水，我在国外也可以看风水。是外国人地方就不用风水嘛，对吧？其实所以都一样，它明明就是一个真的学问，真的科学。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对于这有点排斥，来自于觉得这是盲目。对，好，我盲目的相信
某一个人，那我们也不是推崇说你要去盲目的相信一些事情，因为其实老师的课程里面是有把这个科学对跟这些理论讲给大家听的，一旦理解了，慢慢的就可以体会。我现在就听老师讲说，我下次去一个地方，我就静下来觉得我在这里舒不舒服，其实它就是风水。没错，其实有时候你真的不太懂，你没有罗盘这些东西，你没有学过那么多的学问，其实很简单，人其实就是环境的动物。你站在风口一直吹，你会头痛的。对，或者有些磁场你感受不到，但你不能说感受不到它就不存在。就像那个电，你手插进去看看，你会被电到。就我就说，这个磁场你没有看到，不见得它不存在。是，其实很简单，你就站在那边感受一下。或者就像老师这样，我这个桌子放这边，我试试看；我桌子放那边试试看。对，如果一旦你觉得是很舒服的，那就这个状态。对，但是如果你看徐老师的课，你就不用一整天在那边移家具，移到放弃人生，就觉得我什么都不要，我睡地上就好了。这件事情我刚刚有问老师，说在房间里面，就是夫妻可不可以和谐等等，其实卧房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是就像我在课程也有教大家，就是说其实要有这个龙边虎边啊这些，其实就是要让它这个阴阳两股气是相当的，对。但有些单身的人，他也就只有纯阴或纯阳，他怎么办？他要怎么去加强这个桃花？就我们课堂上就有教，这边就不便透露，卖个关子。对，这个单身的人，如果你想要找伴，一定要看，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磁场的改变，就是说不出来的。但是我从以前不太相信，到后来人生经历很多事情的感受，我真的觉得，就像我说的，大家可以去感受看看，就是你自己桌子换个方向。你看看你感受会不会不一样？如果你有感受不一样，这个就是风水的存在了。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风水好一点，不管是我讲心理学也好，老师讲的是风水也好，其实这都是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更幸福、更多喜悦。那我希望大家看了老师的课程，可以从硬体开始改变。我觉得开始为了自己人生做一些什么事情，这种感觉都是很棒的。对的，对的。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我在我的课程里面没有卖任何法器，我也没有讲任何法器，我只是很简单讲，我要水缸。我要灯，然后我要什么什么材质的生肖，是那些都很便宜，拜托不要什么开光，不要什么昂贵，不需要，我们用一些可以垂手可得的东西。就这样就可以。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买束花放在前面，好像心情也就好。对的，对的，对的。那其实只是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事情，就是很快都觉得我在为我的人生负责，我在为我的人生努力，其实就会很开心。对的，对的，对的。其实我觉得所有事情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对我们的命运其实已经生下来改变不了，但绝对你是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好，从你对你自己开始，愿意开始做开始。风水也是，我们不玄乎它，我们从改变自己的环境开始，这个就开始对自己负责。当你有行动，你就会有结果。太棒了，太棒了！只要有行动，就会有结果。所以刚刚讲到这么多，徐玉兰老师这么宝贵的知识，他的武功秘籍其实都录制成课程了，然后现在知识卫星上面可以购买得到。那这堂课呢，现在有限时优惠，然后我们也有优惠码，所以对于这堂课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下面找我们这个课程的连结啊。而且重点，我们现在低于6折，现在低于6折，赶快！虽然这个课程真的是原价买也是非常值得，可是现在低于6折，请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老师，谢谢你，老师谢谢老师，然后谢谢老师。真的老师刚讲的很多，真的帮助我非常的多，我会马上就开始执行的。谢谢。那我们大家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谢谢。